友的老婆4年败光20亿，在4大天王嫂里啊，罗美薇被称为最会败家的女人，因为洁癖太严重，3年逼疯了21个保姆，以至于张学友60多岁还在不停开演唱会。在80年代啊，罗美薇是和张曼玉、刘嘉玲齐名的最有前途的女演员。她出身于黄百鸣的开心少女组，是那个盛产了黎姿、李丽珍、袁洁莹等一众神颜的少女天团里最受力捧的 C 位。她的后台啊，更是硬到让人发指。她的干爹是香港黑白两道都给面子的大佬邓光荣，她的干姐姐是娱乐圈无人敢惹的大姐大梅艳芳。你看，这样一个有颜值、有实力、有人脉的天选之女，本该在名利场里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下一个影后。然而1986年，在电影《痴心的我》的片场啊，她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张学友。那时的他还不是歌神，只是一个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没什么名气的小歌手。而罗美薇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当红花旦。所有人都说啊，张学友是高攀，但罗美薇却一头扎进了这场女强男弱的爱情里。然而好景不长，1988年，张学友的唱片销量惨败，从巅峰时期的20万张跌到不足2万张，巨大的落差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沉迷酗酒，在兰桂坊的街头耍酒疯，成了港媒笔下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自毁偶像。就在所有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只有罗美薇没有走。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推掉了所有的片约，在自己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半隐退。张学友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把他从酒吧里一个个的拖回家。他在他耍酒疯吐得一塌糊涂时，默默地为他收拾。他用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方式，把那个掉进深渊的男人硬生生的给拉了回来。你可能会说啊，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妨来看看另外3位天王嫂，他们都交出了怎样的人生答卷。第一位，隐忍的朱丽倩，她是刘德华背后那个隐形了24年的女人，她用半生的默默无闻换来了一份最长情的守护。第二位，叛逆的乐基儿，她是黎明那场耗尽7.5亿家产的奢侈婚姻的女主角，她用4年的放纵证明了自己不甘于当一个金丝雀。第3位，逆袭的方圆，她是郭富城身边那个从网红逆袭成天王嫂的灰姑娘，她用顺从和乖巧最终收服了那个玩了一辈子的浪子。而罗美薇呢，她既不像朱丽倩那样完全隐形，也不像乐基儿那样激烈反抗，更不像方圆那样小心翼翼。她用一种最分裂也最自我的方式，活成了张学友那个需要用一生去供养的女王。现在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她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怪癖，那近乎变态的洁癖。她因为父母离异，从小寄人篱下，这份缺乏安全感的童年让他对秩序和掌控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出身，但他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环境的一尘不染。那令人啧舌的败家，他用4年的时间败光了张学友20亿的身家，这背后啊，或许不仅仅是虚荣，更像是一种对丈夫忠诚度的反复测试。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那个曾经在他最需要时给予他全世界的男人不断的确认，你还会像当年一样爱我吗？你看他所有的作啊，其实都是在向那个曾经在黑暗中拉了他一把的男人撒娇。所以你看啊，张学友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宠他40年？从心理学层面看，这是一种最深层次的情感报恩。张学友这个骨子里极其重情重义的男人，他永远记得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是这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拯救了他。所以啊，他用40年的宠爱和包容来回报他当年的不离不弃。他不是在纵容一颗作精，他是在守护一个曾经守护过他的天使。他知道他所有的洁癖和不安都源于他那个破碎的童年，于是啊，他心甘情愿的成了他一辈子的治疗师。这或许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样子。我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你也懂得我所有的不可理喻。我们在彼此的不完美里相互救赎，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最完美的神话。